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全世界的焦点都在美中在关税战当中达成协议。美国呢决定对中国的关税呢从 145% 呢降到 30%， 而中国决定对美国课关税呢125%降到 10%。双方在瑞士签署的协议，我们也看到在这场协议当中，美中双方这一次由何立峰跟贝森特呢来主谈。这个主谈的结果，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把这个在这一场关税大战当中，其实欢迎你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也就是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如果把那个时间的场景大概看一下，川普在这个之前的一周，他说他有一个震撼世界的大消息。我们想半天，有人讲说这个承认台湾，也有人认为加拿大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结果都不是。看起来他说震撼世界的大消息应该是美中在关税战达成的协议。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在透过自媒体呢，他提到从 145% 降到 30%， 这个协议呢，其实川普在4月22号呢，他透过贝森特，他已经姿态放软但是同时一个时间，川普也讲中国经济呢快崩溃，会在某个时段来降低关税，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山不转，川普先转。大家如果稍微回想一下，4月2号呢，川普提出了对等关税之后呢，全世界股市都大幅的下跌。这个大幅的下跌的过程，美国的股市呢，大概市值少了18兆。当然全世界非常的惊吓。这个惊吓呢，台股在4月7号下跌2065点，在第一时间其实大家都傻眼，因为它创下台股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跌幅达到 9.7%， 这个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从来没看过的。从4月2号的对等关税一路到现在5月呢，台湾最少经历过两个巨大的撞击，一个是股市在3天之内下跌3500点以上，最惨跌到17306点，而市场在惊慌的时候呢，包括台积电跌到780块，台大的一位教授呢，他预测台积电要跌破500块。我们在市场惊吓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市场仓皇无措，大家越看越加的凶险，所以整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要把这一堂课，川普的对等关税战好好重新沙盘推演一下。这个其实也告诉大家，当巨大利空来袭的时候呢，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知道这背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新的变化。第一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关税的发展到最后，其实我一再提醒大家，关税税率超过 50% 以上，其实它的影响力都钝化了，因为过 50% 以后呢，双方的关税很难进行。川普讲的145或245，双方其实已经不用往来了，所以关税有它的极限之后呢，川普一定会找台阶下。他喊很大声，但是呢，最后市场上会给他正确的答案，所以最后呢，他一定回头要降中国的关税。所以双方在这个地方呢达成协议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件事。这个降关税之后呢，我们要好好来思考会有什么样一个新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我一再把川普的交易的艺术来告诉大家，在交易的艺术当中的4部曲里面漫天喊价让对手惊愕，他一定会把你吓得要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股在4月7号、4月8号到4月9号连续很多公司股价呢是跌 30%， 这个跌 30%， 很多人其实都断头。也告诉大家，在面对市场巨大波动当中，大家保持面对危机的抵抗力。也就是说，如果你过度扩大信用，在这个巨大变化当中，可能你已经断头了。川普在漫天喊价之后呢，接下来他第2部曲叫观察对手反应，寻找谈判空间，就告诉你说，他要求所有对手国来跟美国谈判，这个叫进入第2个回合，谈判中寻找空间。现在呢，英国跟美国达成协议的，大概关税从 10% 左右起跳。在这一次跟中国达成关税谈判之后呢，如果中国的天花板是 30%， 英国这个 10% 呢可能都地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回头看，在原来对等关税情况所提出的，比方说柬埔寨49%，辽国48%，缅甸44%，越南46%，泰国36%，印尼32%，台湾32%，中国34%。
现在如果 30% 是一个天花板的话呢，那原先对等关税那些国家，我相信后面的谈判呢一定会比 30% 以下更低，这是在川普关税谈判当中啊，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第三个呢，川普的游戏规则可以变来变去，我们要知道台湾到底跟美国会达成什么协议，所以如果这个台湾谈出来不好的话呢，我相信对现在的政府团队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压力，这是后续要观察的一个重点。第四个呢，在乱局中得到自己要的答案，那么现在川普要按照他的游戏规则，我们要把这段时间的市场状况稍微看一下。第一个呢，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都回到4月2号川普关税战之前所下跌的起点，所以台股在4月2号当天收盘21,229，现在到21,700多，我们最少已经站回到原来的高点的位置了。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像巴菲特啦，他也提到，他说他反对把关税当成武器化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川普后续他的筹码到底是什么。在惊慌马乱的时候呢，像这个 Mark Mobius 他说现阶段现金为王，所以他 95% 的基金全部变成现金。我们也看到当市场上非常唱衰美元的时候呢，美元已经从 97.921 开始回升到102了，那这也告诉大家美元最大凶险大概已经过了。所以现在债券市场大家现在风险意识当中，其实川普希望鲍尔要降息，但是呢，现在鲍尔坚持不降息，说现在美国的债券殖利率还是在高档。而在关键时刻，你知道当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呢，有3架波音的飞机开到杭州被退货，但是现在你慢慢发现了，中国现在又开始要重新决定买波音的50架飞机了。波音在这个回合当中，股价从136块现在到了205，它的市值大幅的上升，股价涨了 30% 以上了。所以这个都告诉大家，当市场上在恐惧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永远要记得一句话，要跟恐惧来对着做那在这场川普转弯的关税战当中，大家一定要了解，贝森特如果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的话呢，也告诉大家，川普的2个大将里面，贝森特或是这个 Peter Navarro 呢，他们都是这个主力战将，但是呢，贝森特呢，他是比较兼顾市场，所以贝森特如果主导战场的话呢，我相信川普会在市场压力当中呢，他不会采取非常过度激荡的手段，所以大家接着下来要去了解川普带给这个世界呢，在关税战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协议。所以我们要再把新台币再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在5月2号跟5月5号呢，新台币升1角多，最后呢到 29.59， 你可以想象得到，从 33.27 再一路到 29.59 的时候呢，台币升值速度非常快，也引发市场高度的惊慌。这个时候呢，台币如果守不住30块的话呢，你想一想，台湾的寿险公司他们手上有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债，这个外债的损失一定天文数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市场上有人在狙击要让台币大幅升值，所以开始这里面有市场上蓄意的操作，引导台币呢，他说川普会用大麦克指数呢逼迫台币升值。大家知道这个大麦克理论其实1986年经济学人提出来，已经快40年了，用40年老观念来强迫告诉台币要升到 13.3， 这当然蓄意而为。接着我们也看到海湖庄园协议呢，告诉你说川普要求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去买100年期的无息的这个美国的国债，那这个其实只是 Steven Mnuchin 他个人的行为，但是川普没有任何背书但是台湾的媒体不管广播啦、杂志啦、报纸啦，大家吵翻天了。这个吵翻天呢，原来是空穴来风，所以你可以知道川普对这个他没有任何表态。那再过来我们也看到有人开始在大做文章说川普会胁迫台湾用当年日本广场协议的模式呢，让新台币一直升值，让台湾陷入失落30年。这个呢也是言之凿凿，但是呢你知道这个1985年的场景跟现在也相隔快40年，所以这个情况呢，你知道这是阴谋论杨金龙总裁也出来说明了，所以在赖总统第一时间他亲上火线，告诉他不要被有心人士造谣所迷惑。现在看起来台币守在30左右呢，我相信这是台湾现在比较聪明的决策。第一个呢，让新台币在30块左右呢，市场人心在相对恐慌的情况之下，
能够稳定。第二个呢，台币在30块，观察对手国也包括日元、韩元，他们是不是会有比较强大的升值。大家知道在22年之后呢，日元跟韩元大概都贬值 40% 哦，新台币因为日元跟韩元的贬值，我们跟着它贬了大概 15% 左右。台币这个回合呢升到30呢，它等于升 10% 回来。30块呢，对新台币来讲，它有很强大的支撑的力道。如果韩元跟日元没有大幅升值，台币不会单独继续再大幅升值，这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新台币呢，2000年以后呢，台币的高点在27块半，相对台币的低点在33块3 ，30块呢是台币的中位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巩固一整顿，我想非常合理。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今天要特别告诉大家的。不管川普的对等关税在巨大的恐惧的惊吓当中呢，大家心中要保持相对清明的心。当市场上在恐吓台币要大幅升值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要记得，一个国家会因为汇率贬值而国家走向衰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汇率升值国家会灭亡。所以这个时候呢，台币的升值不用太过度的恐惧。现在台币在30块，我相信以台湾的央行的外汇存底将近6000亿美元，在台币的主升的路上呢，央行有绝对大的力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川普的对等关税到这一次台币的被击击，我相信你经过这2个难关之后呢，台湾的金融市场应该会回到相对的稳定。下次一定要记得，当市场恐慌手足无措的时候呢，心中要有一把尺。最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他看到我在讲台积电跌破800是最好的买点。他说有一天他拿起电话，营业员有声音了，但是他想到台大教授告诉他台积电会跌破500块，赶快放下去。这个就告诉你，在贪婪跟恐惧当中，其实大家心中要有一个砝码。过度恐慌的时候呢，你其实要更贪婪。你讲巴菲特讲市场上大家恐慌的时候，你要贪婪，但是这个话容易讲不好做。这一次他等于市场上给大家上的这一堂课，大家好好去斟酌，也就是在大利空来的时候呢，不要随便杀股票；而在市场上绘声绘影恐吓你的时候呢，你要保持一颗清明的心。我想这是在金融市场今天给大家这一堂课，这一辈子当中，不管台股单日的下跌的跌幅或新台币的升值，2天的升值的幅度呢，都是我们这一生所仅见。这一场金融背后的操作跟后面的整个市场的积极的行为，也给大家要了解背后到底谁在发动这一场金融攻势。我想今天这堂课非常有价值，也给大家来深入再做一个说明。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那么也感谢大家的观赏。同时呢，财讯周年庆双周刊财讯双周刊50期优惠定价3680块，希望大家踊跃支持，感谢各位。